独孤侠叔竟睡了12个时辰。如果我没有猜错，独孤侠叔醒后，根本不敢相信青红已死，更不会承认是他杀了妻子和刘有秋。司马妙算，他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招供。义兄，我准备好了。到了南州狱，你要耐心地倾听独孤讲述梦中或现实中的经历，将其画在纸上，进而帮助他回忆哪些是梦境，哪些又是现实。明白。黄万头，你给带个路。是。行。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冤枉的，想为自己洗清罪名的话，就需毫无保留地说出真相，明白吗？你怎么是个女的？这多不方便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就不要介意我女子的身份了。我乃苏司马义妹，你可知道我义兄是狄公弟子？狄仁杰的徒弟。对呀，狄公之名天下传颂，就是因为他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苏司马受狄公真传，你应该相信他。这些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细娟啊，你的这些画中，这一幅最为怪异。这个是刘有求和青红在独孤家幽会，这个是独孤侠叔找刘有求理论，而这个是青红要挟刘有求带他远走高飞，不然就把两人的奸情捅给独孤侠叔。最后一幅是刘有求恼羞成怒，举菜刀杀了青红。这是他的梦境？不，独孤侠叔说这些不是在梦中，也不是真的，只是这些画面不知为什么总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，我便画了下来。杀害青红的是刘有求，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这一假设。老费治好了他的妄梦，现在又出现了幻觉。这独孤侠叔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？哎呀，南州的雨下的本来就容易让人神志不清，出现幻觉也不奇怪。哎，你们两个来了这么久，有没有出现过幻觉啊？我幻游过石桥山。哦，我幻想回到了长安。义兄，我的这些话，是不是对破案没有任何作用？不，很有用。你的这些话，证实了机师的推断，独孤侠叔的精神状态一定有问题，而起因，恐怕是他被人暗算了。青红是刘有求杀的，可刘有求已经死了。我这么说，您是不是会怀疑我，把一切都推给了死人？根据现有的线索及时间上的推断，刘有求杀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不，一定是他杀的。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，但只要我说出来，你一定不会质疑的。怎么，你还有隐情？那个画师是个女子，我实在没好意思说出口。你连青红和刘有求私通都说了，还有什么说不出口的？我实在说不出口。来人，大刑伺候。苏司马，
我在独孤侠书身上明白了一件事情：有些人只知刑法，对于这些人，下策实为上策。好吧，陆参军，那他就交给你了。好，好，我说，一切都要从2个月前青红到文庙给我送换洗衣服说起。是你啊？你怎么知道我？我算准嫂夫人今日会来，特意来接的。他呢？买蜡烛去了。那我在这里等他回来吧。哎，那可不行！要是把嫂夫人浇病了，那买蜡烛的人岂不是要怪我了？哎，快走吧，为嫂夫人撑伞是小弟的荣幸。走吧，啊！谢谢。小心台阶啊！哎，嫂夫人，快入东堂休息吧。哦，我还是在院里等他回来再进屋房。别啊，嫂夫人，东堂有炭火或暖和些。您要是把身子给冻坏了，那就是我的罪责。来，走吧，啊，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当时很害怕。怕什么？我怕，如果追着去东堂后，会看到不堪的情形。那你去看了吗？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他还是会去看的。是啊，我去看了，那都是因为吉祥他懂规矩，回避了，要不然我也没办法跟过去看。嫂夫人，没有被淋湿吧？没有。哎呀，你淋湿了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我帮你擦擦吧。啊，那就多谢嫂夫人了。好香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青红好香啊！都怪那该死的雨，这跟雨又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。若不是下雨，青红就不会被浇在树下，李有求也不会有机可乘。你怎么不愿伞？不愿那卖伞的、造伞的？我愿啊！所以自那以后，我只要见到卖伞的，我就全买下来，然后一把一把全给踩折了。那以后呢？又发生了什么？后来，我发现青红给我往文庙送衣服的次数变得多了起来。直到不久前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什么叫我怎么又来了？我还不能来看看你了？你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还是金屋藏娇了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不是刚给我送完换洗的衣服吗？那我就不能再来了。我倒要看看你整日在这儿都做什么。哎，嫂夫人，刘有求，你把他扣在这儿什么意思啊？嫂夫人误会了，我俩这不是在文庙苦读，为了考取功名吗？得了吧，只见虚度了光阴。
耽误了春秋。何为虚夺？我怎么就耽误了？是我两世未中，但俗话说，30老鸣金，50少进士。那进士科，朝廷每年就取那20-30人，我就算是50岁中了，那都算年轻的。50岁，你还打算跟他在这里苦读到50啊？哎，嫂夫人，你俩别吵，我去给你们泡茶啊！别吵。后来，我喝了刘有秋泡的茶，便昏昏睡过去，一睡便睡2个时辰。等我醒来，青红早已经回家了，我就纳闷了，我当时正在气头上，怎么可能睡着呢？喝了茶？对，茶。我怀疑刘有秋在茶里给我下了药，然后他给青红。那你又是怎么做的呢？我几日后，我找刘有秋帮我一个忙。刘有秋，啊，我的《照明文选》第1卷在不在你那儿？我没有啊。哦。没有，难道上次回家忘在家里了？我还得回去取一趟。哎呦，哎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这吉祥也真是的，非得打什么山鸡给咱们吃，肯定没弄干净。不要紧吧？没事没事，歇会儿就好了。哎，要不麻烦你跑一趟，回去把文选第1卷帮我拿回来好不好？你是故意试探？是，我一定要确定，他们2个到底有没有奸情。那刘有秋一开始还假意为难，可很快就答应了。你如此试探，就算原本没有什么，在相应的情景下，岂不也有了？我明白这个道理，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甚至我心里还有一种隐隐的期待。期待什么？期待他们真有事。独孤侠书，我看你就是疯了！我就是因为太在乎他，所以宁愿他先负我，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一些。你，然后呢？这里没有文选的第1卷啊，他到底丢在哪儿了？哎，我看呀，是这雨下的太久了，把他的脑袋都给淋湿了吧？不是他脑袋淋湿了，是被我当柴火烧了。这文选里可都是精华呀，一卷文选可抵万斤柴禾。这火苗确实不小。你是说灶台的火苗，还是青红的火苗？刘有秋，你放肆！雨下的这么大，就算我胆子再小，也想放肆了。我虽然没有一石头砸下去，但刘有秋回到文庙以后，我捉了他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说啊，为什么？刘有秋，你今日必须给我说清楚！你疯了吗？是，我疯了，那是你逼的。刘有秋，我杀了你！虽然我没有动手，但刘有秋还是吓坏了。他最近就去找青红，我知道他一定是想劝青红跟他私奔。
可那女人，她毕竟跟我父亲一场，定是没有答应他，便被他给杀了。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没错，是这样的。刘有求把秦红给杀了，刘有求把秦红给杀了。我头好疼，我的头好疼，我的头好疼！怎么了？我的头好疼，头好疼！我说你们两个不要再问了。虽说他觉是睡足了，那也不能太紧张啊。独孤侠说，闭目养神片刻，想吃点什么？热米汤最好啊！我让他们弄，快弄去啊！这独孤侠书所言，真伪难辨。欲辨真伪，只能麻烦卢参军再跑一趟了。明白。吉祥兄弟可在？偷鸡？我饿了，实在想吃，跟着吉祥打山鸡不就行了？何必偷偷摸摸的？他每次都不肯带我。那你就偷偷跟着他，看看他是怎么抓山鸡的，自己学，自己打，何必求人呢？挺大个人，四肢健全，却以乞讨为生，你好意思吗？再让我看到你偷东西，我必多打你几板子！不，下去。吉祥见过上官。吉祥老兄，未经你允许，我就闯入你的堂中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没事，我刚才看见东郎鬼鬼祟祟的走了，应该是他带您来的吧？对。吉祥老兄，你这是？南州冬寒，虽不比北方，但是却阴冷的。我提前做了几件御寒的衣服。好，看吉祥老兄一表人才。又听人说也是酷爱读书之人，那为何不在外面谋个差事，非要像闲云野鹤一般住在这文庙呢？一言难尽啊，人生不如意，十有八九。我能谋到这份杂役的差事糊口，已算幸运。哎，上官今日来，有何吩咐？跟你打听一下前不久的一件事。那天下雨，青红来了。独孤侠书说：“我怕，如果追着去东堂后，会看到不堪的情景。”独孤举子是这么说的？怎么，他撒谎了？不是撒谎，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！那日是青红来，发现了二位举子的秘密。秘密？这事儿也怪我，上次犹豫再三，没对苏司马说破，完全是想给二位举子留些脸面。可这事儿人命关天，哎呀，这几日我一直很后悔。可否再来一碗米汤？我叫你吃！你打我干什么？除了你做下的好事，我还能因为什么打你？轮令凤，
你为什么打他呀？见到吉祥了？见到了。你眼前的这个人，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，嘴里说的太在乎的那个他，根本不是青红，而是刘有球。啊，这话我怎么没听懂啊？那天根本没有下雨，更不存在青红和刘有球共处一伞之事。不是独孤侠书撞见青红和刘有球暧昧，而是青红发现刘有球和独孤侠书的。还是被人知道了。你自己什么？哎哎，你独孤侠书，刚才卢参军说的，还是被人知道了，还是被人知道。师傅，喝口茶吧。他畏罪自杀，我何错之有？苏明，你是南州司马，督察司法，你说什么我洗耳恭听便是。你说的那种事，他做不出来。他已经承认了，亲口说，还是被人知道了。即便如此，也是被你吓的。我说的若非实情，他为何不反驳，反而要自杀？中郎将被逐出长安之时，为何不反驳？心灰意冷之际，难道没有想过要自杀吗？你，喜君，你这话过了啊！喜君的话虽然伤人，却不无道理啊。罗凌风，你消消气儿，耐心的听喜君说完，好不好？那日我听独孤侠书讲了6个时辰，确实感觉到他有所隐瞒，但他对青红用情至深，不会错。他最在乎的一定是青红，不会是别人，更不可能是男人。卢凌风，我觉得你所说的激情不会存在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。独孤侠书个性软弱，又极爱脸面，此行为并不能代表他认罪。喜君的话，你大可不以为然，但我们是不是应该仔细想一想，此案至今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什么细节，以至于……要不这样，咱们品着茶，冥想半个时辰。薛欢，给你师父倒茶。为什么不让我死？啊？让我死！我要去见青红，见刘有球。我要把一切都问个明白。死了就什么都明白不了了。说实话，死可比活着容易多了。我老费年轻的时候，那经历的不比你少。听我一句劝啊，再难也得活着。苏司马，卢参军。苏司马，卢参军，何事惊慌？不是独孤侠书咽气儿了？不是，您看这个，这是林州来的协查回函。10年前，林州曾有一飞贼，名唤灵剑，在当地犯下命案多起，盗窃无数，甚至包括州库。此人善使刚真暗器，每发必置人于死地。
10年前消失，至今再无消息。难道这个灵剑来南州了？哦，还有一个消息是我在来的路上得知的，刘有求老妇在入夜之后自焚而死。自焚？对，应该是哀思刘有求悲伤太过，我已经派人过去了。着火后，司灵得利，火势才没蔓延，但人还是给烧死了。人是死后才被焚烧的，死后被烧。仵作还没有到，如果他们仔细查验，不难发现，活着的时候遇到大火，惊逃中，火场的烟灰就会吸入鼻腔，而刘有求的父亲，鼻腔里并没有烟灰，口腔里也没有，这说明他是先被人杀了，然后才点了这房子。凶犯着实残忍。此案与前案恐有牵连。卢参军觉得呢？刚才冥想时，我觉得我也想到了自己的疏忽。跟我来。吉祥见过苏司马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昨日被卢参军一语点醒，想到一个更大的地方，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，去做一些该做的事。我已近不惑之年，还不算晚吧？哦，是这样啊。其实那日我见你喜好读书，便很欣赏你。如果你真的心存志向，可否暂留时，我好向上保举你，或许你就可以直接去刺史府做事。多谢苏司马的欣赏。我确实有如仕途的想法，只是不想依靠别人。毕竟我自入文庙以来，一直苦读，也想试试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好吧，那就祝你前程似锦。谢苏司马。去吧。站住！劫道！劫我？我有什么好劫的？现在没下雨，你却撑着伞，必是心怀鬼胎。阁下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却说我晴天打伞。我欲抢劫，必然要隐藏自己的身份。你呢，必是用伞遮挡身上的金银财宝，速速交出来，免得我动手。我一介书生，哪有什么金银财宝？书生，这身打扮就冒充书生，我看你更像个江洋大盗。阁下可是故人？非也，就是不信你是个书生。我前半辈子身在草莽，后半辈子欲登庙堂，不行吗？既如此，就背首人生不得已的滕王阁序来。错一个字，我就多砍你一刀。滕王阁序，好文章。
只可惜我没有功夫。但既然你想听，我倒可以背上一段。这也是我最喜欢的。嗟乎！时运不齐，命途多舛。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。居贾谊于长沙，非无圣主；窜梁鸿于海曲，岂乏明时。所赖君子见机，达人之命。老当益壮，宁以白首之心。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。着贪权而绝爽，楚河者亦犹欢。北海虽赊，扶摇可接；东隅已逝，桑榆非晚。孟尝高洁，空余报国之情；阮籍猖狂，岂效穷途之哭。我3尺微命，一介书生，无路请缨，等中军之弱冠，有怀投笔，目宗阙，知朝风。老朱鬼，接枪！跟我使暗器！走！急什么？你的文采不错，滕王阁序接着背啊，我还没听够呢。卢参军好武艺，我杀不了你，但是你带来的帮手，必取其狗命。岳飞，躲起来！你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我说了，你不要过来吧！我是该叫你吉祥呢，还是该叫你灵剑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已在灵州消失了10年，为何又跑到南州来犯案，而且一下子害死了3个人？有何证据？这个人曾经是金吾卫的中郎将，以他的武艺，擒你还用费那么多周折，不过是要逼你当众使用暗器。经2次验尸并比对钢针，青红就是被你的暗器所害。杀一人就是死罪，你还有必要隐瞒杀害刘氏父子的罪行吗？想瞒也瞒不住。这是从你的包袱中搜出来的，
刘有球的父亲写给京城市郊的书信，这书信为刘有球铺平了进士之路。这应该是你纵火前在刘宅盗取的吧？你一个爱读书的杂役，一个梦想成为进士的大盗，还真想去长安走一遭？恨只恨你跟姓卢的到了南州，阻断我奔往京城的仕途。闭嘴！若是你这等贼人都能做得了官，岂不是我大唐的耻辱？可我想不明白的是，我到底是哪里漏了破绽？你打野鸡的手段。我认了。我本贺县人，从小便是孤儿。蒙师傅收留传授武艺和暗器之术，后师傅死于江湖之乱。我报仇后飘荡陆离，为躲避追杀，逃到林州的寺院更名灵剑。只是我不甘寂寞，做起了飞天大盗。这种白天和黑夜截然相反的人生，带给我非同寻常的刺激。可到了而立之年，我便觉得一切都乏味而无趣。故金盆洗手，来到南州，捐资建了那座文庙。你说什么？文庙的捐建人是你？很奇怪吗？文庙建好后，我便以杂役身份在庙里住下。南州虽有读书人，可来拜文庙的，一年也没几个。大多都是上了香就走，我岂不落了个清净？没想到，3年前，把东西放下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是。先生，您这是？请称呼我独孤举人。吉祥，拜见独孤举人。我要在这里苦读备考，帮我挑选房间吧。这钱你拿着，往后我的1日3餐就靠你了。文庙是供孔夫子的地方，书生借助读书，叫我着实无法拒绝，就只好编了文庙闹鬼的谎话，想把他吓走。吉祥，你不是说庙里有鬼吗？鬼呢？哎呀，该不会是女鬼吧？我都等她半个月了，怎么还不来啊？啊，独孤举人自带正气，把他给吓跑了。你说这庙里闹鬼，是因为你虽住夫子庙，心中却无父子。此话怎讲？先贤曰：“子不语怪力乱神。”你以后还是多读点书吧，不要再信什么妖鬼之说了。拿去看。从那以后，我经常找独孤侠书借书，渐渐的竟喜欢上了读书。京城驻守以窥周室，又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。包举宇内。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，当是时也。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之，修守战之具，外连横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对呀对呀，瞧我这脑子！哎，你的脑子已经很不错了。我当年读过《秦论》的时候，比你年少，都没有你记得快。君实乃天才。我这负案多起的大盗，竟被独孤侠书夸了个“君实乃天才”，高兴的我3日3夜合不拢眼。甚至就是从那时起，我的内心深处萌生了一个念头：别人可以读书应试，
我如何不能去京城求取功名啊？独孤侠书两事不周，那是他天资不够。我吉祥若苦读几载，奔赴长安必一击而成。那样，我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将泾渭分明。这种截然不同的人生，岂不比我当年日僧夜道更为刺激？所以你这个大盗，在夫子庙里开始了奋发读书，直到有一日，请问，独孤居子可住这儿？在。您是？我是他娘子。原来是独孤家娘子啊！菊子正在祠堂读书，您快请进。你是吉祥？他与我说起过你，在这儿承蒙你的照顾。给，赏你的。我真没有想到，独孤有这样一位妻子。更想不明白的是，既家有娇妻，他又怎么能狠下心来到庙里读书？见色起意？非也，我只是内心深处偶起欲念而已。当年杀人越货、劫掠美色的日子，实在离我太远了，遥远的像前生一样。后来，庙里又住进一个人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！站住！看我不打死你！我错了，我错了！给我站住！不对，你这个逆子！不行，我错了！我打你个不孝子！我这都来文庙了，您就别再打我了。来了就行了嘛，你得寒窗苦读，用心念书才是啊。你们这是？你是打扫文庙的？是。我儿刘有求，来此读书，短则3、5载，长则10年呢。用不着，我在这儿读上几个月，来年春天保证金榜题名。混账东西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不是，看我不说错，说错，你别说的话，你闭嘴！站住！夫子庙内不得动粗。这位贤兄，几个月可是考不上功名的。兄台也是在这读书吗？是啊，我已经来了2年了。怎么称呼？在下独孤侠书。小弟刘有求，拜见兄长。那刘有求就是个花花公子，常偷偷离开文庙，出去寻花问柳。独孤侠书却浑然不知。直到有一日，吉祥，吉祥，吉祥。菊子，你有何吩咐？你看，可否送我出去一趟？啊？这天马上就要黑了，路上荒凉，我一个人害怕。可我又跟别人有约，我要是不去，岂不是负了人家的心啊？算我求求你了啊！菊子，我多说一句啊，你这读书不专心，可是考不上功名。专心有个屁用！我老爹的故交才有用。实话告诉你吧，许世伯已经回信，来年保我中进士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心思读书了，因为我再用功，也考不过刘有求这样的败类。您是？我是独孤家娘子。哦，原来是嫂夫人啊！来，快跟我去东堂喝茶。这边请，这边请。
人慢点啊！见色起意的是刘有求。有一日下雨，刘有求算到青红回来，便把独孤侠书支出去买蜡烛。好香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，青红好香啊！嫂夫人，让我抱抱吧。你放肆！外面雨这么大，就算我本来胆子小，但是我现在也想放肆一下。放开！这些独孤说他也亲眼所见，只是情境略有不同。他哪见过？都是我讲给他听的。你讲他就信？师傅除了暗器，还教了我一项绝活，那就是用毒使迷。哦，这钢针上用的是毒，对独孤，你用的是迷。难怪独孤精神恍惚，睡眠极差，以致错乱。他甚至分不清哪些是听来的，哪些是梦里的，哪些又是真实发生的。原来是被你的迷香所害。他点拨过你读书，对你也算是有恩，你何至于此？没办法，我喜欢上了青红。自从我见到他第一面，我这沉寂了多年的心又乱了。我就想要青红，她贤惠又美丽。他日我若高中榜首，只有她配得上我的状元夫人。所以我得先得到她，只有这样，她才能对我言听计从，才能陪我去长安应试，才能和我一起开始完美的后半生。所以，我做了一个局。你利用了刘有求，必须让青红对独孤侠说彻底失望，我才有机会。所以你就编造出二位举子有断袖之癖，故意让青红知道。对啊，那刘有求也对青红垂涎，居然相信这种办法能让青红对独孤侠说失望，而委身于他。我都看见了，他们简直就是畜生。那日我对青红百般殷勤，最关键的还是在他心生绝望时趁虚而入。当然，也用了少许的迷香。总之，他让我坚定了信念，我要和他一起，开始我波澜壮阔的后半生。既如此，你为何要杀了青红？
那是因为我杀刘有求，被青红看见了。我一直有意无意的在独孤侠叔耳边唠叨，让他相信刘有求和青红有染。那日独孤侠叔回家，我料他一定会甩给青红一纸休书。我想时机到了，先杀了刘有求，再去刘家盗取书信，然后带着青红远走高飞。可我没想到，我就是顺手甩出钢针，我发誓不是故意的，我根本没看清那事情。青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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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会是你呀？青红！青红虽然死了，但你的计划并没有结束。那当然了。以我的天资，再拿到刘父的那封信，何愁考不中进士？独孤侠叔早已神志不清，又在怀疑刘有求和青红的奸情，被认定为凶手，顺理成章。我本来没有怀疑独孤侠叔，可他的邻居那位老者耳朵有问题，让我们走了不少弯路。那你看见他杀人了？没有。可是我听见他夜半磨刀了。那天晚上虽然下着雨，我虽然耳朵废，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地听见他在磨刀。为了解除心中疑虑，我昨日又去了一趟独孤侠叔的家。长官，你又来了。最近这附近是不是又有谁家媳妇儿被他男人给杀了？老人家何出此言啊？昨晚、前晚，我连着2个晚上，就听到有人在磨刀，那刀磨的呀，让人心惊啊！其实本来你们是抓不到我的，都怪我运气不好，藏在文庙的宝物被东郎发现了，以至于我想去长安，不得不去独孤家搞盘缠。独孤家有祖传银锭，且埋在米缸之下，是那一日青红告诉你的吧？对啊，青红对我情深，不然他怎么会把7块银锭之事告诉我？而我却失手杀了他。别自作多情了，你若不是用了迷香，青红怎么可能委身于你？告诉你吧，青红早就后悔了，他已将7块银锭中的6块刨出，另换了地方。就算那晚你没碰到我，你也得不到独孤家祖传的银锭。独孤也没有休掉青红，2人重归于好了。我想青红深夜前往文庙，是想跟你说清楚以后不再来往，更要断绝不该发生的一切。谁知正目睹你行凶，才惨遭毒手。不可能！独孤侠叔就是个呆子，青红不可能对他死心塌地，他一定是来找我私奔的。他的心里只有我的心里只有他。你别糊弄我！不可能！你也配是个人？口口声声说心里有青红，为了让独孤侠叔替你顶罪，
竟亲手在青红的脖子上砍了好几刀，真是穷凶极恶。好在天网恢恢。你去长安备考吧，你苦读多年，孔夫子和独孤家的列祖列宗保佑，你明年一定能高中。我要和你一起去长安，以后我们永远也不分开。唱，唱。卢参军，走这么急，有盘缠吗？有。祖传的银锭被贼人偷去了6块，幸好还剩1块。这6块银锭，并非被贼人所偷，而是青红转移到了床下。幸好，正好欣赏一下这南州的名山秀水。上。桥上的仙人，薛还来也！多谢钟良将。钟良将这是做什么？文庙行凶之案，我屡次武断，认定独孤侠书即是凶手。如非小姐，我早已犯下大错。卢离风这里，谢过了。这可不敢当。钟良将不计前嫌，特意邀我来游这石桥胜景，喜君感激不尽。哎呀，你们俩就别在这儿谢来谢去的了。我知道你们年轻人腿脚快，原来一个劲儿往前跑是为了避开我们说悄悄话啊！明知道我跟喜君有话要说，你们还跟这么快？老费又喝多了，情有可原。你苏明官居司马，又是喜君的义兄，也真不懂事吗？那照你这么说，倒是我的错了。哎，我说，你们俩该拉手拉手，该说悄悄话说悄悄话，全当我没看见。嘿嘿嘿，喜君，喜君呐，你跟卢凌风好事将近，济世公有生之年能不能喝上喜酒啊？哎呦！那吉祥善使钢针暗器，卢某当然不迟。不过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我最近也在研究暗器，怎么样，老费？我刚才只用了3分力哟。幸亏是3分，这要是7分，我脑袋上还不得长犄角啊！你可得好好管教你这个夫君啊！他欺凌老人，我对他还有恩呢。还敢废话？是想让我换成石头吗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无名，他打我！他拿石头打我！哈哈哈哈哈！如此啊，真是要恭喜卢兄了。局县县尉，这局县虽在南州一角，这县尉也难称高职，但卢兄毕竟又回归仕途了呀。如此一来，将来官复原职，甚至高升，便可期待。可喜可贺呀！朝廷怎么会有此任命？这不可能啊！可喜可贺啊！明日咱俩好好喝点。苏明，
你背着我做了什么手脚？我能做什么手脚？若不是，怎么会有此任命？我和你同在南州，远离京城，且位卑延轻。县尉虽小，那也是朝廷命官。官员任命，那是朝廷大事儿，我哪能够得着？今吾为中郎将卢凌风，知法犯法，罪加一等，杖责30，没收宅田，逐出长安。我被逐出长安之时，虽没有永不任用之说，但自知仕途已尽，这任命实在蹊跷。那你就得好好想想，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，让长安那边知道了？难道是我让独孤侠叔带到京城的那封信？信？什么信？谁写给谁的？我让喜军写给裴坚的。卢大将军啊，卢大将军，你这心机够深的。我发誓，我让他写信，一则是为了报平安，二则我是担心那独孤书生到了长安没有依靠。这不就对上了吗？裴侍郎收到书信，一定会宴请独孤侠书，自然也就会知道，探破诡案的卢凌风在偏远的南州一直照顾着自己的女儿，而且还是个代参军。这裴侍郎爱女心切，自然会上下打点，左右运作，助你重返仕途。呀，中郎将，你毕竟是名门出身啊，官场上这一套，你比我熟啊！你胡说！我卢凌风怎么可能靠他人往上爬？这局县县尉，我不去。哎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可是他不去啊，为何？可能是因为嫌官小吧。官职虽小，却是个扭转乾坤的好机会啊！他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吧？唉，何人？没事勿来打扰。师傅，是我。前几日教你的那套刀法，练1个月还不够吗？敲什么门？师傅，是长安金吾卫，一个叫郭庄的捎来的包裹。师傅，就这3册旧书啊，也至于专门派人从长安送过来。你不懂，好好练刀去。是。已经备了马，义兄要去哪儿啊？局县。局县？您是要送卢凌风上任？送他？呸！我自己去。这是为何啊？卢凌风拒绝上任，可局县县尉之职已空缺多时，陈年旧案没人管，又频发新案，那老百姓怨声载道啊。我昨日翻看卷宗的时候，也吓了一跳。我想他卢凌风
准是从黄班头、谢班头那儿打听到了什么消息，所以才不敢去的。哎，不可能，卢凌风一身虎胆，怎会知难而退？南州是下州，莒县县尉应该是9品，我看他必是嫌官小。哎，别管什么原因，他爱去不去。你觉得他卢凌风本事大，功夫高，可探鬼案这种事儿，他没法跟我比，去了也没有什么用。苏明，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在我床下用激将法，有用吗？义兄也是为你好啊！你住嘴！你怎么说话呢？别理他，他不去更好。我跟你说，喜剧，莒县40年前有一宗鬼案，震惊了整个南州。我看卷宗的时候，都让我毛骨悚然。这鬼案除了我苏明，无人可破。哎，喜剧，要不我们同往？好，走。哼，薛环何在？师傅，我可没有偷懒，早上起来已经练了1个时辰了，这刚回屋里喝了口水。即刻随我前往莒县赴任。啊？啊什么？还不赶紧去收拾行李？是。撤！我又没惹他，为何这般对我？喜鹊啊，你可在给令尊的信中夸了卢凌风？我只是说了些实情而已。就是因为你这封信，他卢凌风才得以重入仕途。若不是裴侍郎，谁有这么大的本事？他卢凌风觉得此任命伤害了他高贵的尊严，主要是他怕别人笑话他，攀了你这个高枝儿。平时还数落义兄迂腐，我看最迂腐的就是他。哎，此话说得对，公允且一针见血。怎么没见那俩？你昨日又喝多了，没听到好消息吧？卢凌风已赴任莒县。莒县？怎么？这莒县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啊，没有。哎呀，赶紧离开这鬼地方吧，不然我这头啊真受不了了。哎呀，我的头啊！他爹，咱真走啊？不走，不走，等着得头病啊！那病上了头就没治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忘了，咱爹还有你叔父都是怎么死的？快走吧，再不走咱就走不了了。走吧。我这头疼的厉害呀！县令，县令，县令，什么事儿啊？新上任的卢县尉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哎呀，人呢？已入西厅理事，正在翻查卷宗。什么？新来上任，不来拜我县令，竟直入西厅办案，岂有此理呀！听说他是周司马的亲信，以前在长安还做过金吾卫的中郎将。那不是以前吗？他就是做过宰相，他被贬到我这里，他也是个县尉呀。
旧案果然堆积如山。前任县尉每日都在昏睡吗？最近为何有这么多奸杀案？自去年冬天到现在，已有10多名女子被害，还都被割去头颅。你党就坐实案子一再发生。前任县尉在时，也带我们探查过，把整个县城都搜了一遍，就是没寻到凶犯的藏身之处，且其在夜间作案，行踪飘忽不定，甚至有人说，是白发厉鬼害人，所以什么？前任县尉说，若是人犯可抓，若是鬼，就没得抓了。哪有什么白发厉鬼，如此推卸之词，以后不许再说。是。我听说，40年前还有一起案子，怎么不见卷宗啊？那起案子极其恐怖啊！况且已经过去了40年，您就别看了吧。那怎么行？案件未明，死者尚未昭雪，速将卷宗拿与我看。是。雷县令，您来了。我可不得来嘛！新任县尉到任，不来拜见本县令，本县令就只能来拜见他了。新任县尉卢凌风，见过县令。既是新来上任，为何见也不见我，就直入西庭理事啊？西庭之中，尘案如山。我是新任县尉，负责刑狱缉捕之事，自当先入西庭才是啊。这么说，你是不懂做官的规矩了？规矩？后汉陈蕃上任，先拜高士，而后入官署。如今我卢凌风新到莒县，先看卷宗，再拜见县令，有何不可？你卢县尉刚上任就查案断狱，真是开了我莒县之新风啊，值得敬佩，值得敬佩。县令，哎呀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因本县公廨狭小，有几间屋子呀还漏雨，最近正要修缮，所以实在没地方供君入住。卢县尉，您还是自己找地方住吧。告辞。据我所知，县里有地方供新来官员入住啊。不稀罕。莒县可有出租房屋的地方？倒是有。那就好。为官租房，又非罕见。在长安与南州，都有那么几条穷困之街。没想到这莒县，街街都如此凋敝。这跟师傅没关系，师傅来只管捕贼就好了。二位公子是要买宅子还是租宅子？租一宅子。你这里抽多少钱？一看就是大地方来的人。回公子是1个月的租钱，这规矩啊，都几10年了。哎呦，您看看，我这个宅子的位置啊，没挑啊，和公廨在一条街上，门口过的不是达官就是贵人呐。哼，这里还有达官贵人？哎呦呦！到这里来睡觉，看来宅子是不愁租啊。众生堂花木葱翠，租价全城最低，每月只需300钱。300钱，这价格确实不高啊。哎，这位公子，别被价钱迷惑了。我看你是真心想租宅子，
您最好啊，还是看看别家吧。这众生堂不能住？我可不敢瞒您，以前呢有几位租客就是通过我这儿租的众生堂，可是没住多久他们就搬走了。他们说这个宅子不干净。不干净？哎，你又偷偷说什么呢？我们没给你抽成吗？你给我那些钱还不够我赔的呢。你们家宅子不干净，以后啊不要来我这寻租客。你说清楚，我们众生堂怎么不干净了？说清楚，你们家宅郎中他最清楚。平日里在前厅坐堂行医，宁可多走半个时辰回家，都不到后宅去住。你说他为什么？还有那孟东老怎么就……哟，我这你想干什么？我这个人胆子大，就住众生堂。哎呦喂，这位公子，那可真是个凶宅呀！县里来抓人，他们都不敢进去。你的意思是，众生堂有鬼？没有，有我也不怕。秀环，数钱。您这边请。你看这个，是不是给是的呢？到了。这是众生堂的前堂，翟郎中平时在此坐馆行医，很少去后宅。咱们进院子走侧门，也不会挨管的事儿。您这边请。这边。不会是有人来住了吧？还真有不怕鬼的。胆儿可真大，真行。师傅，听见了。年轻人，你吃豹子胆了？这个院儿啊，就算官府抓贼，也没人敢进去搜啊。有鬼是吧？啊，什么样的鬼啊？您见过？他跟你打过招呼没有？没有。去，你们家才有鬼呢！这真是。请。您可千万别听他们以讹传讹。翟郎中的舅舅生前可是名医，最善于治跌打损伤，骨折的病人一看便好。多少百姓受惠于这众生堂，怎么可能不干净呢？哎，这翟郎中的舅舅，就是铺主说的孟东老啊？对，正是老主人名讳。这是我们家翟郎中。小七，这二位主人，宅子有人租了。啊，翟郎中好，以后多有叨扰了。阁下怎么称呼？又作何营生？新任县尉卢林峰。原来是县尉。啊，卢县尉，翟良失礼了。哎，不必客套。县尉真要入住众生堂？当然。我钱都已经交了3个月了，此宅不但宽敞，又种有草木，卢某注定了。哎，你这后园里还有楼阁，看起来不小啊。不知我那300钱有没有一起租下？当然没有，后园荒芜，平时上着锁。啊，那岂不是太可惜了？我再多付200钱，能否一同租下？我师徒练武用。不可不可。这阁楼啊，是我舅舅生前著书炼药的地方，现已改成储存药材的库房。你怎么把宅子租给了县尉住啊？我只是想终于租出去了，就没问他是谁。你就是个蠢货！哎，主人，其实县尉住不也挺好的吗？省得以后再有人说闹鬼。还别说，这话也有些道理。